与靖远侯世子拜堂成亲时，他的外室蕊娘临产，我拦住要夺门而去的他，以死相逼，要他留下完成婚礼。我与他是皇上赐婚，他若走了便是抗旨，蕊娘难产一尸两命，连最后一面也未见上。他恨毒了我，与我成亲后对我百般搓磨，在我怀孕临产时封住了侯府，不让人找稳婆和大夫。他因你而死，如今你也算一命换一命了。我已修书一封，将你休弃，你死后只能入乱葬岗。我将会在族谱上写蕊娘才是侯府夫人，会迁入萧家祖坟。我死后与她同葬。我血崩难产而亡，死在了蕊娘的灵位前。再睁开眼，我回到了成亲那时。世子，不好了，我们小姐要生了，我婆说难产，求侯爷快去看看吧。世子，求你救救小姐吧，她怀的可是你的骨肉啊！你说什么？蕊娘怎么会难产？上一世我竟是在这时候拦住了他，不许他离开，要他完成婚礼。结果他恨了我一辈子，而这一次，我绝不会再拦着他。世子，蕊娘是谁？为何这丫鬟说她怀了你的骨肉？这可是皇上赐婚，要是沈小姐闹起来，这亲事黄了，这萧家可就是打皇上的脸啊！谁家小姐愿意在成亲当天还没进门就发生这样的事？这萧家不是把沈家的脸丢地上踩吗？瞬间打开嗡嗡的结界。沈小姐可真可怜，还没夫君的外甥就要生了啊！能有什么办法？一进门就当庶长子的母亲，以后这世子之位是谁的儿子继承还不一定呢。萧齐言也太过分了些。侍卫，蕊娘肚子里是我的孩子，我不能见死不救，日后我再跟你解释。等一等，世子，今日你我成亲，还未拜堂，你便要弃我而去，而且是为一个外室，你将我沈家置于何地？如果侯爷有心上人，为何不早说明，却要在这拜堂时侮辱我？我沈家女也并未要嫁你萧家。我并非不娶你，只是蕊娘性命攸关，我岂能见死不救？可是两家的婚事是皇上亲赐，拜堂的吉时亲天间算出来的。如若世子离开，这婚事便做不得数。还请侯爷明日自去陛下面前解吧。说完，眼泪如管珠般落下。要当柔弱之人，这一世我也是学会了。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这事是萧齐燕对不起我，是萧家的错。齐安，不得胡闹！今日可是你成亲的大日子，岂能扔下沈家小姐而去？马上整理好，即刻拜堂。侯爷，侯夫人，怀的可是侯府的长孙啊！难道你们就这般铁石心肠吗？世子，小姐为了你没名没分跟着你，为你生儿育女，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父亲、母亲，既然是陛下赐婚，这婚事是板上钉钉的，又何必急在一时？难不成沈家千金名门闺秀，就这么迫不及待嫁进我萧家？说出去不脸红吗？知薇，我知道你性子温和，以后你做了主母，和蕊娘必能做一对好姐妹，和睦相处，不好吗？世子，我与你还未成亲，婚事还未成，与你那外绑当不得姐妹。既然世子救人心邪，蕊娘又怀着世子的骨肉，知薇岂能害她性命不让你救人呢？只是自古情义两难全，侯爷要走，知薇不拦着，但是这两家的婚事却不能因你而废了，毕竟这抗旨的罪责谁也当不起。齐安，这可是抗旨，你岂能为了一个外室，把侯府推到一个危险之境？父亲，我只需答应娶她，何事拜堂有何要紧？你也太胆小了些。难不成皇上赐婚，还管我们何时洞房不成？看他终于惹怒了侯爷，我微微一笑，上前一步，看着靖远侯和夫人
一字一句地说：“侯爷，夫人，既然是萧沈两家联姻，却并未说我要嫁给谁。世子已有心上人，知微不夺人所爱，我与他的婚事就此作败。那今日与我拜堂的人，我要换成萧二公子。”你说什么？你要与我二弟拜堂？他不过一介武夫，我可是堂堂的靖远侯世子，你可想清楚了？那又如何？你虽是世子，可是你早在求娶我时便有了外室，还有了你的骨肉。一个如此不忠之人，我为何要嫁？萧二公子虽是武将，但是无妻妾通房，倒是比世子好上1000倍、10000倍。我又嘲讽地看着他，还是世子后悔了，想娶我。哎呀，蕊娘不知道如今难产如何了，会不会痛得翻天滚地？侯爷，不能再耽搁了，小姐快撑不住了。我要换成萧二公子。好，你既然宁可要做一个武将之妻，不愿意做世子夫人，我便成全你。待蕊儿生下我的儿子，我便迎娶她进门。沈之梅，你别后悔！说完，将喜袍脱下一扔，在满堂宾客的注目下愤然离去。回府叫老爷和夫人过来，带上萧齐燕的更帖。好一个靖远侯府！难不成当我们太傅府是吃素的？世子在大婚之日为一个外室闹到如此地步，可休怪我明日上朝参加一本。爹，我和萧齐燕已说清，我不会再与他成亲。反正萧家和沈家联姻只说两府联姻，却未说是要嫁谁。如今萧齐燕有了外室，女儿断不会嫁。但是萧家可不止他一个儿子，还有一个虎威将军萧齐礼。知微，你不必委屈自己，就算是告到陛下面前，也是萧家的错。我微微一笑，取消皇上赐婚，哪有这般容易？但是换嫁却是轻易可以办到的。皇上一定不会介意我嫁给萧家大公子还是二公子，他要的是两家联姻，互相牵制。而且上一世萧齐燕为了蕊儿将我逼死，萧氏萧灵堂在陵上斥责背信弃义，为一个不知所谓的外室要害死自己的嫡妻，让众人知道了萧齐燕的丑陋面目。侯爷认为如何？是，这极好，就是委屈了知微呀。来人，快把麒麟叫回来！自然是委屈了我的女儿，世子德行有失，公然抗旨。侯爷，这事要是传到圣上耳朵里，怕是靖远侯府也免不了被斥责。世子居然在与我女儿订婚后，还与别的女子有染，便又要在大婚之日闹出来。如果侯爷不做任何惩戒，怕是皇上也会觉得这些德行有失之事是侯爷允许的。那如何是好？既然侯爷觉得委屈了知微，而我也为了顾全两家的面子，并未发作，父亲也未去陛下面前告状。为今之计，侯爷不如上奏折取消萧齐燕世子之位，改由萧麒麟继承。毕竟萧齐燕身为世子，一事无成，还屡次给侯府惹事，而二公子英勇过人，屡立战功，是皇上都夸奖过的人。难道侯爷不觉得他更适合继承世子之位吗？还是侯爷觉得这样抗旨的人还更适合当世子？好，依你们所言，我明日便上折子请旨改封世子。二公子来了。萧麒麟被人发现站在这人群后，正在划出去触举而惊艳，蓦然回首，精致的妆容上眼神复杂难明，不知听了多久。以后进侯府便靠你了。你兄长既然无视我们侯府的前程，那就让他只管他的自由去。不去，以后靖远侯世子就再不是他了。沈小姐可知，我只是一介武夫，不懂那些琴棋书画，怕是不能时常与你营养所对，也不能时常有空为你扫雪烹茶。但是我萧麒麟发誓，如若你嫁我，我护你一生一世，你可愿意？阴霾瞬如冰层破裂，我愿意。在洗舍柳生，我重新盖上红盖头，
和萧麒麟拜了天地，成了夫妻。看着燃烧的龙凤烛，我终于放下了心。这一次，我终于摆脱了萧齐燕，并且夺了他的世子之位。我倒要看看，为了一个蕊娘，他失去世子之位，从此与靖远侯的爵位再无关系的时候，他是否会后悔？萧齐燕为了外事，在大婚时悔婚而去的事，一夜之间传遍了京城。萧齐燕一夜未归，连我和萧麒麟给长辈敬茶和族人们见礼时，侯爷派了人去找萧齐燕回来。没想到回来的不仅是萧齐燕，还有抱着孩子的蕊娘。给侯爷夫人请安，宝儿，快给祖父奶奶请安。今日是什么日子？你怎么敢把她带回府来？爹娘，蕊娘为了我拼了命才生下宝儿，她可是我们侯府的嫡长孙啊！我和蕊娘是真心相爱的，我已决意娶她为我的正妻，做靖远侯府的世子夫人。小老，蕊娘此生有你足矣，我们母子什么也不求，你别与侯爷和夫人为难。你为我生下宝儿，是靖远侯府的大功臣，我心意已决，你就是我们靖远侯府的世子夫人。我知道昨日委屈了你，没有与你拜堂成亲，让你一个人面对满堂宾客。没想到你这样识大体，一个人洞房花烛并没有闹事。我日后会补偿你的。昨晚说的婚事取消不过是气话，只是蕊娘为我生下长子，我只能让她做世子夫人。但是你也是平妻，蕊娘性子柔弱，不会主持中废。日后侯府由你主持中废，也是给了你颜面。你和蕊娘一定要姐妹和睦相处。兄长在和我夫人说什么？这位，到时候给长辈敬茶了。什么夫人？你在说什么？可只为拜堂的人是我，怎么会是你的夫人？不，你没有拜堂，不是去找你的蕊娘了吗？如今满京城的人皆知，昨晚与他拜堂入洞房的人是我。不可能！爹娘，你们怎么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岂不是让人笑话？你还知道侯府昨晚是个笑话？如果不是启风，我们侯府的脸都丢尽了。圣旨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靖远侯世子萧齐燕德行有失，不顾皇恩。皇上恩准靖远侯之请，批夺萧齐燕靖远侯氏世子之位。世子夫人沈氏聪明贤惠，端庄淑容，封2品诰命，望尔等夫妻同心，亲从心，钦此。吾皇万岁万万岁！所有人跪下接旨谢恩，只有萧齐燕呆若木鸡，等内侍走后才清醒过来，他跌坐在地。为什么我才是靖远侯世子，凭什么褫夺我的世子之位？你就是这般水性杨花的女人！你们本有婚约，就因为我要去救蕊娘，你就能嫁给别的男人？萧齐燕，昨日大婚是皇上定的两府联姻之日，你不把它放在眼里，但是萧家却不能因你而陷全族入险境。如若天子怪罪，这抗职的罪名是你担，还是侯爷担，还是全族几百口人帮你担？你有婚约，却依旧在外面沾花惹草，还想将罪名压在我的头上。你不想活，我们可想好好活着。你不是不把侯府放在眼里吗？怎么如今却倒紧张起世子之位？齐燕，你毫无担当，险些闯下大祸。上折子请求改封世子是我的决定，你无需多言。我才是世子，你不能如此对我！怎么，你想抗旨吗？
可是没有人理会他，只喜气洋洋地看着我和萧麒麟敬茶见礼，完成新人见礼的仪式。等到萧齐燕面前时，我遵行礼数敬了一杯茶给他。大哥请喝茶。那这位我要如何称呼？说是大嫂又未进门，如若是姨娘，那属知微无礼，不会敬这杯茶。小郎，这是你的嫂嫂，等宝儿满月之日，我便会迎娶她进门。哟，是嫂嫂呀，真是不好意思。从昨晚开始，嫂嫂便是京城的名人，大概谁都想见识一下嫂嫂是何许人物。想必大哥和大嫂成亲那日，来观礼的人定能踏破侯府大门。你们以为抢了世子之位便稳妥了？世伟，我定要你后悔嫁给二弟。你以后便会知道，只有嫁给我才是对的。等日后你后悔，可也来不及了。爹，我已找人看了日子，1个月后宝儿满月的时候便是吉日，我准备在那里迎娶蕊娘进门。不可能！靖远侯府绝无可能迎娶一个青楼妇女回来，青楼女子迎娶一个青楼女子回来。没错，蕊娘是百花楼的继子，萧齐燕在上一世便是在青楼里对她一见钟情，与她私定了终身。因为流言她不能迎娶蕊娘进府，她却把怒火和罪名全扣在了我的头上。这一世一切都变了，如今我嫁给了萧麒麟，我倒要看看没有我的阻挡，他要如何将他的蕊娘接入府中。蕊娘为我生了儿子，我不能让萧家的骨肉流落在外。世子夫人，大家都说你端庄大度，我只求你给我和宝儿一个容身之处。如今侯府必是由你做当家主母，求你让我们母子进府，求求你！他不求侯夫人，却跪在我的跟前。母亲，儿媳今日才是进门第一天，怎么敢做这个主？求母亲谅解，儿媳只听母亲的。水娘，我只是刚进侯府的心腹，你看着侯爷和夫人不求，你求我，你这不是有意为难我吗？我昨日成亲，你就正巧昨日生孩子，把侯府搅得天翻地覆。今日我给萧家长辈敬茶见礼，人都未认亲，你又跪在这里要为难我一个心腹，要我让你进门。到底你是与我有何仇怨？怎么处处为难我？你要求的人是未来的侯府大少夫人，而非是我。我们不过是仇邻。齐安，我告诉你，我看在他为你生了子嗣的面子，允许你纳她为妾。但是你若想娶她为妻，我们靖远侯府丢不起这个人，想都别想。而且，主母进门，她的孩子必须由嫡母抚养。求夫人开恩，我只有宝儿一个孩子，我不能把给别的女人抚养啊！母亲，要娶谁是我自己的事，难道我连娶谁都不能做主吗？如果你还是侯府的长子，你便不能。如果你要自己做主，除非你自请出府，不再是靖远侯府的人，否则你的婚事，靖远侯府的长媳绝无可能是他。夫人，人娘并非自甘堕落入青楼，我是为了给母亲治病而被卖进的青楼。我跟着萧郎的时候，我还是情人，我是清清白白的。谁会愿意去青楼女子做一桌？这是自降身份。这也意味着靖远府将再也进入不了京中权贵的圈子里。这是你想要的吗？你头脑化弱，不顾侯府前程，我和你爹却不能。不管你是如何进的青楼，在世人眼里，你便是青楼女子。齐燕，难不成你以为她成了你的正室？日后京中的夫人们聚会，谁会邀请她？如果你坚持要娶她，那便自请出府，我们就当没有你这儿子。我嘴角带了笑，真好。这一次，我看萧齐燕要如何选择。果然，萧齐燕败下阵来，靖远侯府的荣华富贵，她岂会轻易放弃？夜里，
我安排在长房院子里的小丫头来说，萧启燕和蕊娘回到院子后便吵了起来。小老，你说过会娶我做正妾，会让我做世子夫人，可是如今呢？你母亲居然说让我做妾，难道咱们的孩子以后就是庶子？你放心，我自然不会亏待你，这不过一个名分罢了。就算母亲安排我娶哪家女子，也只不过是个摆设，谁也越不过你去，你才是我心尖尖上的人。真的吗？你发誓你不会碰别的女人，这辈子只爱我一人？你可是我孩子的娘，我怎么会舍得你伤心难过？我听到小丫娘的转述，笑出声来。他们这般苦恼，夫人倒像是极高兴的样子。我自然是高兴的。他们想让我丢脸，想让我吃哑巴亏，做梦！等3日回门，我便让我娘帮忙，一定要给你兄长找个痛心如意的夫人才是。因为靖远侯府的事情闹得极大，京城里没有人不知晓萧启燕为了一个外室闹出的大事，还因此失了世子之位。高门世家里的夫人自然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嫁进女儿受委屈，谁想女儿嫁进门，夫君不但有个宠妾，还有庶长子呢。但是京城里的夫人不愿意，不代表外来的人家不愿意。正好时值虎威将军回京述职，带着妻女入京。将军嫡女柳如霜胆色过人，能舞得一手好枪法。虎威将军一直将她留到如今未出绝，便是因为想让她嫁到京城里，免受边关之苦。邀请了虎威将军夫人和千金，也邀请了靖远侯府。妹妹长得真好，我看见妹妹竟然想认识许久似的，好像一家人的亲切感。这难道就是缘分？婆婆，你看柳家小姐是不是和我像姐妹一般？或是能和我做一家人，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婆婆看到柳如霜，满意的不得了，拉着虎威将军夫人相谈甚欢。等到宴席结束，已亲如姐妹。两位夫人一拍即合，一个看中将门虎女，性子爽朗，不宜被欺负；一个看中靖远侯府高门大户，一进门便是大少夫人。两家过更帖、下聘，一系列婚嫁过程走得极快，很快便定了婚期，在2个月后。而很快到了宝儿的满月宴，萧启燕坚持要将宝儿的满月宴与抬蕊娘进府的喜宴一起操办。蕊娘好不容易出了月子，带着丫丫婆子出门置办满月宴的东西，在锦绣阁里居然和柳如霜撞到了一起。我们夫人要满绣大红的绣衣，赶紧拿几件过来看，不在乎银钱多少。这要啥？伙计一看来了大财神，忙不迭的到处叫人拿大红嫁衣过去。我正陪着柳如霜在挑成亲用的物件，因为她是从边关过来，没有准备这些嫁妆，需在京城买成衣。刚挑中一件，正要试穿，结果伙计却拿了嫁衣，说有贵夫人看中了。什么人敢和我抢东西？我可是靖远侯府的大夫人，你算是什么东西？敢和我抢嫁衣？靖远侯府的大夫人，萧启燕的夫人。萧启燕不是刚定了亲，怎么没听说过你是谁？定了亲？夫君说过，无论娶谁进府做大夫人，不过是个摆设罢了。我永远是夫君心里最心爱的人。那正头夫人想当正室当便是，在我的眼里，什么也不是。夫君说了，这一生一世只爱我一人，再是高门贵女又如何？我可是为侯府生下长孙的人，何况你又是谁？我夫君娶谁和你有什么关系？这件我要了，记在账上，去靖远侯府拿银子。这是我选中的嫁衣，你一个妾室也敢穿大红色？靖远侯府的规矩便是如此。萧启燕敢宠妾灭妻，他就不怕言官弹劾他吗？他若敢让一个妾室穿着大红色嫁衣入门，这将柳家置于何地？那柳家不过是一个武将之家，粗鲁至极，能把女儿嫁进侯府都不错了，还想如何？夫君说了，我想穿什么便是什么。蕊娘，不可造次，你一个妾室怎么能买大红的嫁衣？这位柳如霜便是柳将军家的嫡女，日后进府与你都是姐妹，你是姨娘，更应当敬主母才是。
快将嫁衣放下。柳小姐，对不起，我不过是来买件嫁衣，求你怜惜蕊娘孤苦，出身贫苦，我自知比不得小姐高门大户，可是我只是想做一次正正经经的新娘子，穿上大红嫁衣出嫁，这样也不行吗？这是怎么了？夫君，我只是想穿一次大红的嫁衣，与你做一次正经的正头夫妻，这样也不行吗？我知道我日后是妾，可是被卖入青楼不是我想的，我与你在一起时也是清白身，难道只穿一次大红嫁衣也不可以吗？谁说不可以？我说可以，咱们就买这件最贵最漂亮的。柳小姐刚才也看中了这一件，准备买做大婚时用。渔具，蕊江只是一个姨娘，岂能御举？不过一件嫁衣，有何需要如此争吵？柳小姐，蕊娘与你进门不是同一时间，况且无论穿什么颜色的嫁衣，都不过一个姨娘，也挣不过你去，你又何必如此斤斤计较？你这样的男人真让人恶心，还未成亲便有庶长子，宠妾灭妻。如今当着我的面说让一个姨娘穿大红嫁衣进门，你莫不是当我们柳家的人都是死的不成？这门亲事不结也罢。说完，转身就走，干脆利落。蕊娘和柳如霜因为一件嫁衣在锦绣节大场的事，很快便传开了。柳如霜回到将军府，便又哭又闹，要退亲。婆婆接到消息后，气得半死。蕊娘和萧齐燕刚进府，婆婆看着蕊娘一声暴喊：“贱人，给我跪下！你一个妾室，也敢去买正式穿的嫁衣，还敢与未来主母当同争执，风止！谁给你的胆子？”蕊娘跪在院子中间，一句话不敢说。我忙劝道：“母亲，蕊娘刚为侯府生下长孙。”蕊娘，你以为你生了一个儿子了不起了？我告诉你，我们侯府不缺子嗣。母亲，如霜气得要紧，不过她小孩子性子，气性来了快去的也去，不如让蕊娘亲自去柳家赔礼道歉，她可能便气消了，这门婚事还能继续。我不去，他休想让我去赔礼道歉。世子夫人，你好狠毒的心思，你不过是想看我出丑罢了。他一个未来当家主母，连夫君的妾室都容不下，哪里有主母的气度？这种妒妇，夫君都可以休了他。我看着她作死，把婆婆气得脸色发青，不由故作委屈状。母亲，我与柳小姐因为有缘，还能说上几句话。本来想是好心劝蕊娘去道歉，没想到她居然这么想我。倒是我多事了。我知道你是懂事的，休要和他一个贱婢计较。你不去道歉也可以，反正你还没有名分，明日便出府去吧。我们侯府不会要你这样的人。蕊娘终于还是去柳家道了歉，在柳家门前跪了整整一日。等到柳如霜见到她时，她早冻得面色发青。蕊娘，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你这种青楼女子的伎俩，在世家女子的眼里什么都不是，因为你的出身让你什么都不是，还想和我争？你要记住，我会嫁进侯府，会是你的主母，你永远只能跪在我面前，以我为尊。哦，对了，我已经让人去侯府说了，我嫁进去以后会亲自教养你的儿子。你要记住，我会嫁进侯府，会是你的主母，你永远只能跪在我面前，以我为尊。哦，对了，我已经让人去侯府说了，我嫁进去以后会亲自教养你的儿子。嫡母教养府中子嗣是天经地义的事，何况你青楼出身，让人你教养子嗣，传出去，侯府的名声都不要了。如今靖远侯夫人已经同意了，还有几日，我就要嫁进侯府，
到时候你的儿子就该是我的了。等我日后有了子嗣，让你的儿子给他当牛做马，你又能如何？蕊娘面如死灰回到侯府，她夜里和萧启燕哭诉：“他不是帮太子，那柳如霜是个毒妇，夫君绝不能他把我儿子抢走。”他胡说八道呢。宝儿可是侯府长孙，他怎么敢动宝儿？虽然日后他的孩子是侯府的嫡子，可是宝儿虽是庶子，也是我的儿子，我必不会亏待他。他一口一句庶子，一口一个嫡子，深深地刺痛了蕊娘的心。我看着蕊娘心神不宁，日日抱着宝儿坐在后花园里发呆，早没了当初的娇媚。萧启燕忙着娶亲的事，也好几日没空安抚她，我忍不住笑了。上一世那么情深似海，如今事情全变了。萧启燕因为蕊娘失去了世子之位，更是想靠妻子的娘家为他争取更多的利益。而我的夫君齐风最近办差办得极好，深得圣心。父亲说，皇上好几次当众夸奖他是可造之才，日后继承侯府必能给侯府光耀门楣。甚至皇上在侯爷生辰时赏赐了东西，说世子办事极好，特给侯爷赏赐，说他教子有方。这一下公公婆婆看齐翁和我更是满意，再一看萧启燕和蕊娘，更是糟心不已。婆婆和公公甚至把侯府要留给长子长媳的传家宝直接交到了我和麒麟手上。侯府日后就靠你们了，这传家宝啊，自然是给你们才好。萧启燕知道后气得眼睛发红，再看看每日在屋子里哭哭啼啼的蕊娘，更是后悔。为了她失去了世子之位，还失去了找一个高门贵女的机会，一步错步步错。等到萧启燕成亲那一日，柳如霜与她正要喝合卺酒，有丫鬟来报信：公子，蕊姨娘说宝儿少爷发热，一直哭呢。公子要不要去看看？夫君难道是大夫吗？让蕊姨娘少用这种无聊的争宠把戏。孩子病了请大夫，找夫君有什么用？夜半时分，宝儿突发高热，情势危急，蕊娘万般无奈，只能抱着宝儿前往萧齐燕院中求助。她被柳如霜身边的陪房嬷嬷拦下。今夜是主母新婚良宵，你一介妾室，竟敢在园前惊扰滋事，速速将人带离，不得惊扰主母休息。蕊娘顶着红肿的脸回了院子，抱着宝儿一直哭。等到下人来报，婆婆知道后带了大夫赶过去后，发现宝儿已经烧得开始抽搐。夫君好狠的心啊！宝儿是真的病了呀！你为了一己私情，为了依附他人，就连自己的亲生孩儿，你都能狠心利用，肆意辜负。你这般自私歹毒之人！孙少爷烧得太厉害，他还太小，这药能不能喝下另说。如果到了天亮还降不下去，怕是……宝儿，你怎么了？娘不是故意的。等到早晨，萧启燕和柳如霜醒来，听到外面一声哭声，有下人来报：公子，小少爷昨夜没了。萧启燕跌跌撞撞赶到蕊娘院子。萧启燕赶到的时候，犹如护食的野兽般佝偻着身子。蕊娘死死抱着宝儿已经没有呼吸的小身子，喃喃地说道：“娘不是故意的，忙只是想让你做你爹的嫡长子啊！”宝儿下葬结束，蕊娘不见了，遍寻不到她的踪影。从此，靖远侯府再也没有蕊娘这个人。而萧启燕成亲后，柳如霜一直没有有子嗣，
大夫诊脉却发现萧齐燕的身体出了问题，她的身子无法生育子嗣。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无法生育子嗣？原来蕊娘还帮我生了一个儿子。有丫娃从蕊娘的屋子里找到了一包药粉，这是绝子药。我想大概是蕊娘在宝儿死后，在最后一丝的清醒中，将药下到了萧齐燕身上。柳如霜二话不说，以她不能生育子嗣为由，与她和离。萧齐燕一个人独自坐在院子里，只难自语。怎么会这样？明明是世子，有大好的前程，怎么会这样？萧齐燕疯了，萧家为了掩盖家丑，将她送到了家庙里，派2个老奴在那里侍候她终老。而我和夫君继承了靖远侯府，我抚着腹中的孩子，日后靖远侯府也是我的儿子的。